因为我们家住这块离 Newtown 很近嘛，所以这种街头艺术的形式也非常多样。这个东西就是频繁的会出现在你的视野里，也有的登入了所谓的比较正式的场合。你比如说我们家旁边这个 shopping center 里面就大面积的用墙画。我们都看过那个纪录片 Exit Through the Gift Shop， 这个片子是 Banksy 本人拍的。他里面拍的这个主要的这个人物呢，叫做 Terry， 他喜欢玩这个摄影机，然后到处拍一些东西。机缘巧合，他开始跟拍一些街头艺术家。在他跟拍的过程当中呢，他就认识了很多顶尖的人物，包括因为他自己的表弟 Invader， 就是当时非常有名的一个街头艺术家代表人物，就是他从那个最早电子游戏机出来的那些画面，全都是马赛克，然后贴在就街头各个墙壁上，作为他的一个 icon。里面出现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做 Shepard Fairey， 可能名字大家不太熟悉，但是提起他的作品就是蓝色跟红色映衬起来的一个奥巴马的头像。机缘巧他又认识了 Banksy， 然后他就跟着 Banksy 去拍他一些创作的过程。拍的过程中呢，他想说，那我要不要把它做成一个纪录片？点击出来以后呢，他把这个东西放给 Banksy 看， Banksy 说你这个就是个垃圾他就自己操刀做了一个片子，然后他这个片子就把Terry 拍他的过程把它拍了进去。当时 Banksy 他到洛杉矶以后，他想做一个展，他那个展览上比较轰动的一个事件就是他把一头大象浑身涂满彩绘拉到了展会的现场。 Terry 呢，他就想要效仿，他说我都跟拍了这么多业界的大牛，我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一个街头艺术家？但他的创作呢，比较争议的一点在于什么呢？他没有任何的美术基础，所以他雇了很多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有一个工作室，有个团队去帮他去生产大量的作品。他也效仿那个 Banksy 筹办了一个这样的展览，他就称自己叫 Mr. Brainwash， 他以这个名号开始打入这个街头艺术市场。那个展览就是基本上是拼拼凑凑起来一个东西，状况是非常非常的混乱，但是最后结果他成功了。他整个的展览售卖了将近几百万美金的作品，他的商业上是成功了，但是呢，对他的这个所谓的这样的艺术创作 Banksy 是持一个保留态度的。片子里边这个人物他其实有点炒作的嫌疑，然后最后把这些作品他的展览然后炒出了一个价值，我也没有看到他持续的一些东西。说到 Banksy 呢，有很多这样的艺术事件我们绕不过去。就那年在拍卖行，他的作品拿着红气球的那个小女孩，在落锤104万英镑的当下，他的那个画框里的装置就触发了，画就被安在画框里的那个绞碎机粉碎到了2/3，现场引起了这个轩然大波。拍下来这幅作品的买家得知了这个消息以后，他更加兴奋。他说我买的不是一幅艺术品，而我是买了一段艺术史。这些从事街头艺术创作的涂鸦者艺术家，他们所追求的东西可能已经不光是说我是做一个非常有装饰性的东西，他们真的是有非常强的艺术实践能力，去走上街头，去在这样的墙壁啊、废墟啊、楼体啊进行作画，表达的更多的是一种对当下的时事的一些态度，对整个人类的一些特别大的命题的一些自己的一种看法，而且更多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比较激进的，对吧？比较反叛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的象征。你看他很多作品发生的地方，比方耶路撒冷那面700多公里的墙，跟整个的社会啊、宗教啊、意识形态啊都紧密相关的一个艺术事件。他们的行动力也是非常强，尤其是他们要在一些地标性地点去做的话，他们还要规避掉警察，所以他们的创作很多时候是晚上，在那种很有限的灯光什么各种条件都很有限的情况下，然后还能创作出一些那样的作品，真的是也挺不容易。你有没有注意悉尼其实有一个就画了跟那个大蚂蚁一样那个图案，我见过这个符号，见过特别多。这个其实好像就是他们做街头艺术的其中的一个法则，把一个 icon 式的形式像 logo 一样不停的重复的出现，然后引起你的注意，引起你的好奇。 Banksy 关于他的身份这个东西也是一个非常神秘的、非常惹人注意的一个话题。他到现在应该是没有在公众面前露过脸，甚至有一段时间大家猜测就是他是不是一个团体。这种街头艺术家他们在所谓的主流媒体他们是没有话语权，某一个街头艺术家被大众认可了，走进了公众，才会体现出他的价值。他这里面的逻辑可能是这样，就是作为艺术家本人被大家广泛认识，他得到了一些所谓的名和利，商业上的成功，这个是他最后产生的一个结果。但是他在初衷，他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并不是这样去操作的。但很多人就反了嘛，你比如像 Terry， 他可能目的就是要成名，可见他的东西就没有那么多沉淀，没有那么多的说服力。